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聊，粉丝们一起 all in 加杠杆1年多了，比特币终于迎来疯狂牛市，非常重要的黄金交叉，所以希望家人们不要随便下车，不要去管比特币 38K 涨上去怎么又跌回来，等下来讲一下上涨的目标，或者一会来照顾一下一些新粉丝，买点要怎么再寻找。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通知的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这一条红色的周线 20MA， 包括这一条灰色的 100MA。昨天不是有跟大家提到那个 Pi Cycle 指标，其实这两条线跟 Pi Cycle 指标也是非常的像或者是它反应慢一点，就是这两条线黄金交叉的时间。它反应的速度会相对慢一点，就是在前一两周已经在这边黄金交叉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去看一下历史上的走势。比特币在2019年的黄金交叉，虽然后面过程是非常的辛苦，主要是它前面涨幅有一点大，但是比特币2023年的这一波底部起来的走势，我的观点是它只涨了1倍，不像2019年的这个位置涨了3倍。所以现在整理了200天，它继续往上攻，已经走成一个黄金交叉。我们不要把去年底部在 20K 下方的一些买入的筹码不要随便平仓掉，后面还有更高的利润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去年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在 20K 下方去抄底，就是历史上有这种经验，20的均线使它这一条100的均线有可能使它的点位这边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只是没办法后面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 FTX 交易所，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也是20的均线使它这一条100的均线，使它底部就是底部，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也是一样20的均线使它这一条灰色的均线是有一点时间差它后面1、2周之后才在200到160附近比特币在这个位置见底，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一条周线20的均线，我个人也是看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熊市的结构里面，比如2014年到整个2015年，基本上价格是一直维持在这一条红色的20均线下方波动，那说明整个比特币就是在空头的市场，而且价格是走得非常的弱。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当然比特币在周线里面，它如果有开始在相对比较低的一些位置反复的在测试这一条20的均线，如果测试1次、2次、3次，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留意，有可能比特币它下降的趋势已经在减缓，有可能是不是要开始整理出一个底部的区间，后面如果往上突破，那我们就要留意，有可能牛市就是要开启，特别是等到这个指标开始交叉的位置，在2016年的这个位置指标开始交叉，我们观察一下，它只要盘整到位，继续往上突破，如果一些新粉丝在这种低点没买，或者是这种低点也没买，就像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的走势，或者是去年的这个低点没买，或者是在这个区间200多天你也没买，那现在上来很多朋友还在问还能不能买，我的观点是你去看一下比特币抛物线的上涨，目前感觉是刚刚走出来，还没有这么大明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90度非常陡峭的一个抛物线，所以我的观点你要买，因为你错失了去年这么多低点的比特币，那我的观点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你可以先买一部分，或者留一部分资金放它有没有盘整后的回撤，或者是它在某一个高位以后盘整后的回撤，有没有可能去测这个20的均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的整波熊市，价格一直在这条红色线下方，那就说明空头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弱。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有测试过1次20的均线，或者是2次，或者是3次，也是说明比特币熊市的趋势有在减缓的迹象，特别是后面在这整个底部区间突破了这条20的均线，那你要留意，如果有压回，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有可能就是说明比特币的熊市已经是结束了，因为在熊市里面，它一般很难有效收在这一个20均线上方超过2到3周。我们可以看一下，像在这个位置也是1、2周就破位，或者是在这几个位置从来都没有效收到20均线上方，在这一根 K 线也是在比特币低点的位置走了一个塔形底。
然后这一年多也是跟很多朋友讲，不要空头思维去对待比特币，比特币肯定还有更高的目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有在跟朋友们交代的几个压力位就是比特币在 40K 附近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比特币在2021年的整个区间这一个头部的形态里面，大约是在一半的位置，就是21年的1月份这个高点有压力，还有21年的6月份这个高点或者这几个高点也是有压力，包括当时后面比特币上去以后是在21年的9月份这一个低点，包括这几个下影线的低点，40K 附近是有一点压力。除了这个压力，还有一点就是比特币在2022年的8月份的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连起来，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压力，所以有可能在这边蓄势，不排除我的观点会继续往上突破。那上面的空间目标位我们要怎么观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上升三角，上涨的目标我们要怎么判断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边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当时价格突破上去以后，在这个区间一直跟朋友们讲，我的观点空间应该不是在这个 32K 或者 31K， 因为当时底部这个 25K 加上这个 15K 的空间它是1万美金，所以我们从 25K 加上去，理论的空间应该要再涨1万美金在 35K 附近。那现在这一次突破 35K 已经是过了，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这边还有一个 W 底的形态，也就是这个 32K 的高点跟这个 25K 空间的距离是近7000美金，所以我们看一下 32K 加上7000美金，昨天来到接近 39K 的位置，这边也是一个理论的空间满足位不过我的观点应该这个位置也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 32K 跟这个 32K 的高点，这一条线它是一个上升三角，然后你去目测底部空间的距离，从这个 32K 到这个 15K 的底部，理论的空间距离是在 17K， 所以这个位置突破我是相信从 32K 再加上 17K，理论的一个目标是在 49K， 也就是比特币肯定要把这个 48K 的高点给它突破。所以希望朋友们不管是在前面的哪一个低点位置做对的多头头寸，仓位还是尽量要拿住不要下撤，而且我们可以配合形态学的一些理论去预测比特币未来上涨的目标，有可能空间是不是会突破这个 48K 的高点，我是相信应该是会所以不要在这个位置觉得比特币是不是冲高回落，还是说这个位置会不会下跌。虽然昨天是有一点影线，那如果短线的朋友今天去观察一下，它价格如果全天都在这个影线里面波动，那说明昨天这个量呢也算是比较有实力的资金在这边推升了，或者是盘中最好是一直在影线里面来波动。收盘如果能收在影线里面，也算是相对比较强势不要去管短线的波动，有可能比特币是不是会继续往上过。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